我家重男轻女，28年来，获利者永远是弟弟，而我永远是付出者。没等我斩断亲缘，先收获了一张血癌通知书。自救吗？算了吧，这辈子太差劲，还不如重开一局。我开始极尽享乐，放纵死亡。那些一直写我写的家里人突然悔悟了，让我16岁就被迫辍学的母亲哭着求我别喝酒，去医院看看。一言不合就打我的父亲，去公安局自首家暴，只求我不要因为恨意放弃生命。而一次次肆意挥洒我血汗钱的弟弟，卖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，只为给我凑买命钱。姨姑娘是血癌，你最近时常流鼻血、想吐以及浑身痛吧？是晚期了，有痊愈的可能性，费用至少100万，但也说不准，一切都看治疗情况。我们院有知名的血癌专家，排号不太容易，建议你尽早来治疗，就算不能治好，也能多延长些时日。医生似乎见多了生死，只平淡地通知我：血癌吗？出乎意料的，我没有痛哭。我听到自己冷静地问：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？血癌患病因素有很多，除了遗传，物理和化学因素也会导致，比如辐射，比如长期接触苯基含有苯的有机溶剂。医生后面还说了什么，我没听进去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了。苯基含有苯的有机溶剂，我笑了笑，在医生劝说治疗的声音中，晃着身体走出医院。100多万啊，还只有痊愈的可能。我知道医生一般都会安慰病人，我这就算治疗，估计也只能苟延残喘了。更何况我哪来的钱？现在我看了一眼银行余额的短信，估计连一瓶药都买不起。明明刚刚还很蓝的天，现在看起来却灰蒙蒙的。大街上煎饼果子和水果的叫卖声似乎很近，但我又什么都听不到。兜里的手机震动停止了。我拿起来一看，23个未接来电，都是一个人，我妈。我都不需要接，就知道她的来意。要钱给我弟。我挂断催命的电话，走到了煎饼果子大妈面前，笑容灿烂。阿姨，我要一个豪华煎饼。好嘞，姑娘，你能吃得完吗？吃不完也买。我举着煎饼果子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。原来是这味道啊，真好吃。小时候和爸妈一起去赶集，弟弟每次都能得到一个超大号的煎饼果子，大到他的手掌都托不住。而我只期待地看一眼那煎饼，就是贪得无厌。28岁了，我该好好享受有滋有味的人生。电话再次响起，我再咬了一口果子，接听了电话。你要死了呀？这么久不接电话，赶紧滚回来吧！你弟弟想买一台电脑，你带他去看看。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类似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。交学费、要旅游、买手机、买游戏机，甚至他谈了个女朋友，也是我出钱买礼物。我反抗过，可他们总有各种办法达成目的。我又迫于那一丝的血脉亲情，没选择彻底撕破脸。只不过跟一个将死之人谈亲情，多少有些想多了，还不如多吃2口煎饼果子来的实在。真香。我买了几瓶止痛药后就回了家。不得不说，这个3室2厅的房子，我却没自己的卧室。因为我搬出去的第一天，我的卧室就变成我弟的电竞房。我转了一圈，终于在阳台角落找到了我的杂物。我翻出楼下小卖部买的大麻袋，把自己为数不多的东西都装了进去，省得自己偶尔想起什么还需要花时间回来拿。时间就是生命啊！我如此平淡，但我妈以为我在闹脾气。你个死丫头，让你回来带林阳买电脑，你装什么傻？我心里好笑，我兜里连1000块都没有，哪来的钱买电脑？我没时间，也没钱，这话是事实，但她明显不信。死丫头，你那么多钱都去哪了？你还没时间？你急急忙忙地赶着去投胎吗？按照以往，我会跟他们争吵，会让我弟出去赚钱，会放狠话说再也不管他们了。而这次，我只是笑着点头。对，赶着投胎。妈，我生病了，可以把拿走我的100多万还我吗？我故意刺激他。果然，生病要花100多万。林招娣，你都学会骗人了呀！100多万，你看你那条命配吗？我点点头，干脆利落地走人。从前每次身体不适时，我都害怕自己患上重病，可现在真的与死神面对面了，我居然这么坦然。大概是从被亲爸妈算计，拿走了我所有的钱给林阳买房子开始，我对这个家已经没有半点念想了。我不打算治病了，血癌治病要用到钱，也要用到骨髓。我没有钱了，也不想用林阳的骨髓，我怕会脏了我以后轮回的路。这辈子没投好胎，不过我一直善待他人，应该有机会重开一局吧。但我想利用不多的时间，好好享受一下这即将错过的人生。但享受最后的人生也需要钱。我回了趟公司，找上了老板。为了吃饭，为了攒钱，我做着整个公司都没人愿意干的工作，因此每天都被迫吸入大量的甲醛。这也是我患上血癌的罪魁祸首。我捏着只剩下1000多块钱的卡，找上老板。我把诊断书递了过去。老板沉默了一下，让财务给我支了20万。这是公司的一点心意。林招娣，你的病跟公司无关啊，我懂他的意思。这钱不单单是补偿，还有封口费，给的不多，但我时间也不多了，不想跟他费口舌。当天办理离职。
我拿着钱，我第一次迈进人均100多发廊，给自己弄了个时兴的发型，毕竟从头开始嘛。买了几件早就看中，但一直舍不得买的漂亮衣服和一些化妆品，花了2天时间，把我死前想干的事都一一列了出来，再重新找了个住处，好好收拾了一番。死前第一站酒吧，我花了3小时，对着视频一步一步学，才画好了人生第一个妆。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场面让我有些新奇。我不太熟练地点了杯酒，在角落坐了下来。音乐震耳欲聋，但男男女女们都玩得尽兴。这种肆无忌惮的青春，让我心情都好了不少。原来其他人的生活是这样的，我也体验到了呢。不一会，一个男人摇晃着酒杯走了过来。美女，一个人来。这男人面上带着玩世不恭，穿着的牌子我看不懂，但在明星代言里看过。我下意识地想躲，但又想起我来酒吧的目的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我笑了，学着电视里的人，跟他碰了下杯。他也给力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。美女，我都喝了，你别不给面子啊！他握着杯沿，把我的酒杯推了推。我看着杯底冒出来的小泡泡，顿了顿。虽然说有今天没明天了，不怕坏男人，但我也不想莫名其妙的上套。然而没等我拒绝，我手中的酒杯就被一骨骼分明的大手夺走了。滚！看着那男人仓促离开的模样，我笑了笑。干嘛坏人好事儿？昏暗的灯光下，我才发现来的男人的眼神有种对世间的淡漠，跟浮躁的酒吧格格不入。他拧眉道：“你想主动上套？”我摇头。主动上套倒也不至于，但今晚有酒精招醉吗？我再点了一杯新口味的果酒，学刚刚的人一饮而尽。不好喝，但我莫名的开心。才5度不到的酒精，我却忍不住冲进卫生间吐了。打扫卫生间的服务生以为我喝多了，还教育我：“小姑娘，差不多该回家了，太晚了，家里人急。”我乖巧点头，嘴里却说：“阿姨，我没家里人了。”阿姨愣了愣，看我的眼神带着同情：“那你少喝点，喝多了会吐，多难受啊！”我笑着说：“好。”但真的是因为喝多了吐吗？无所谓，谁在意呢？走出厕所，没想到刚刚的男人没走。他轻声说：“女孩子一个人喝这么多，不安全。女孩子又是女孩子，这辈子听了最多的就是女孩子怎么样了。”我抬眼看他，反问道：“女孩子喝多了不安全，男孩子就安全了？”他愣了愣道：“抱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语气很诚恳，我的火气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我挥挥手道：“我没事，你走吧。”你脸色苍白，唇瓣没有血色，看起来很不好，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。这么一瞬间，我晕乎乎的脑袋好像清醒了片刻。没想到啊，给我临终关怀的居然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男人。是吗？我拿出口红补了一层，可能是刚刚漱口的时候不小心把口红擦掉了吧。现在呢，掩耳盗铃而已，那就够了。往包里扔口红的时候，我才看见手机屏幕上正跳跃着林阳这个联系人。我没接，反而对着男人笑道：“谢谢你的关心，再见了。不过这里我估计不会再来了，再也不见了。时间有限，不能浪费在同一个地方。”我挥手道别，直到出了酒吧的门，那道视线都一直在我身上停留着。我没在意，接通没停过的电话问：“有事？你怎么不在出租屋？去哪儿了？你不陪我买电脑，那给我1万块钱，我自己去吧。”清风吹过，我晃晃悠悠的努力走直线。我没钱了。你怎么这么贪财？你以后要嫁人，钱都便宜外人了。你留那些钱来干嘛？我看了眼头顶的星星，挺好看的。我语气轻松道：“留着让自己活得开心啊。”对面可能是扩音，我妈直接嚷嚷：“你这个不孝女！你不给钱，我就去你公司闹，说你是不孝敬父母的白眼狼。”去呗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连命都不要了。泼脏水这种事我会在意。挂电话以前，我还笑着提醒：“想闹就抓紧，不然以后想闹都没地方可去闹了。毕竟我到时候人都死了，他们再骂就晚了。总不能去地府接着要钱吧？”想想那个场景，我忍不住笑弯了腰。可能笑得太久，也可能是止痛药失效了，到最后浑身都有些发疼。其实我本可以拿出治病的钱，但从3年前我毕业开始，他们就像是吸血虫一样问我要钱。一开始给的少，后面他们胃口越来越大。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准备给最后一笔，就彻底断绝关系时，我妈却忽然病倒了。他们说是因为我给的钱太少了，家里压力大，我妈是活生生累病的。我一时心软，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10多万全都给了过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不是家里压力大，而是林阳想出国留学。我在员工宿舍里吃着最便宜的馒头泡面，林阳则在国外的家庭旅馆里和朋友们开着派对。我累病了住院，家里人一声慰问都没有。林阳毕不了业要回国，全家人飞到国外接他回来。终于，我挑了一家3口都在的日子，说跟他们断绝关系。可事实证明，我想多了，我根本就摆脱不掉他们的。老子生你养你，你有本事了就抛弃父母。果然，生个女儿就是赔钱货，当年还不如把你丢河里淹死。可能是太气了，他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。我耳鸣了1周。再后来，林阳谈了个女朋友，他们又开始张罗着给他买房子了，这钱还要我出，理由是长姐如母。我差点笑了。
我16岁就被逼着辍学，只好自己靠奖学金和老师的资助完成了学业，靠自己每天晚上给餐厅洗碗到凌晨挣的生活费。我第一句安慰的话没说，一点忙都没有帮。这时候跟我提长姐如母，荒唐。那次我学聪明了，咬死了说自己没钱。然而在我睡着后，林阳偷走我的手机，查到了我的余额。1周后，他们就以我的名义向小贷公司借走了100多万，直到要债的打上门来，我才知道这些事。连本带利还完，我连买馒头的钱都没剩下了。再后来，为了吃饭赚钱，我得了癌症。我把记事栏的酒吧俩字划掉，再随手把另一行麻将圈了出来。我叫上了仅有的一个朋友，让他帮我组个局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感受一下麻将对人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。大到我5岁时，我妈就把我锁在家里一整天，只为了跟其他阿姨搓麻将。约好时间，我匆匆洗了把脸就出门了，脸池里却滴答滴答地绽开了好几朵雪花，温热的血顺着鼻子流下。我看着脸池里的猩红，笑了。该来的还是会来，只希望别玩到一半流出来，吓到其他人就不好了。我熟练地咬了颗止痛药，连水都不需要就咽下，然后就出了门。麻将馆里我是最后一个到的。小昭，这里我叫林招娣，但朋友陈婉婉觉得这个名字对我不公平，就干脆喊我小昭。我笑着转头，没想到除了看到陈婉婉外，还看到了另一个眼熟的男人，是酒吧让我看病的男人。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，小昭周末不加班，还约着打麻将。你这样就挺好，可别只知道工作，不知道生活呀。哎，小昭，你瘦了呀，最近没吃好吗？婉婉熟练地洗着麻将牌，还不忘关心我。我笑了笑道，减肥呢。防止他多问，我赶紧转移话题。他们是？婉婉一把拍额头，说，我差点忘了。周俊、沈毅，我公司的俩老板。碰巧你让我组麻将局的时候，沈老板听到了，就拉着周老板来了。我了然地点点头，也不在意，学着记忆中我妈的样子，开始认真摸牌。一切都挺好，只是我不太熟练，再加上不知怎么视线有些模糊，连着炸胡了3把。小昭是没睡好吗？哈哈哈，连着炸胡3次也是罕见。周俊随口开着玩笑，我也笑得轻松，估计视力度数又加深了。回头配了眼镜，保证糊得干干净净。说到这里，我又想推牌了。沈毅忽然提醒我，好好看看再推，这次炸糊了可不许耍赖。旁边2人小鸡啄你似的猛点头。我犹豫片刻后，眯眼再仔细看了一遍，直接推牌。胡，3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牌看了看。周俊和婉婉激动得直拍手，国粹满天飞。真胡了，你出师了呀！哎呀，一人50块钱呢！我学着这2人一起放肆地笑出声。继续，继续。下一秒，熟悉的温热感再次来袭，我下意识地抬头并堵住了鼻孔，但鲜血还是弄脏了我的白短袖。不是吧，赢钱赢得流鼻血了！周俊一边给我地址，一边开着玩笑。我捂着鼻子，嘴角还是刚刚扬起的笑容，道：“太激动了吧？来来来，继续。”只有沈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了没完，但我并不想理他。6牌局结束后，我笑着说要做东，请大家吃饭。婉婉诧异：“今天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？”我们家小昭开始享受生活了。我拖着脸，笑眯眯地回道：“当然要享受啊，人间这么美好，都虚癌了，再不享受就真的白来一世。”我们就近找了家大排档。活了20多年，我前18年在努力逃离那个家，后几年一直在拼了命的打工赚钱。跟3两好友来喝酒撸串，我是第一次。点完菜后刚刚坐稳，林阳又给我打电话了。我无视，并且把手机扔进包包里，但我低估了他的坚持，这震动没完没了，实在有点影响心情。我拿起手机往外走了几步。林阳，有事吗？我语气平常，就像对陌生人一样的客气生疏。电话那头没有传来我想象中的乖戾，反而带了点小心翼翼的样子。姐，你的声音，喝酒了？你在哪儿？你出租屋退租了，工作也辞了。我平淡地应了一声，语气轻松道：“所以我没工作了，没钱给你了。”说完我就想挂掉，但电话那边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：“我不是来拿钱的。姐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去医院了没？”我脚步骤然一顿。姐，我看到你的病历本了。你在哪儿？我们去医院好不好？病历本。我在包里翻找了一通，看来是收拾东西的时候落在他们家了。但已经不重要了，又不去医院，病历本什么的丢了就丢了。我好得很，你不找我就更好了。我无所谓地说着。去医院，我怎么享受剩余的人生？我直接挂了电话，顺便把手机关了。回头就看见沈毅在离我不远处，面色复杂地看向我。刚刚谁打电话呢？我一副轻松地扬起头道：“营销电话，保险想让我掏钱，我又不傻。”沈毅顿了顿，也没说信不信，问：“你在躲避什么？”我神色很淡地看他。他又说道：“你的心虚和倔强很明显，很像当年的我。”我佯装听不懂，问：“所以当年的你也接到了保险电话？”他挑挑眉，顺着我的话继续道：“所以你脸色不好，要不要真买一个？”我佯装大怒道：“不就是今天粉底用白1号吗？你咒我呢？”期大家热热闹闹的吃完，再应我的要求，他们带着我玩了2把王者荣耀。
虽然我全程没搞懂，但却被他们带着飞，赢了2把。到后来我已经很疲惫了，但我真的很开心。原来跟朋友一起玩是这种感觉。结束后，周俊他们各自打车走了。我也准备撤的时候，沈毅突然问我：“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。”我歪了歪头道：“不用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”但他还是坚持。最后我有些无奈。我没想着回家，我想去俊峰山上看日出。剩下的计划里有一项就是看日出。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，干脆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今天去的了。沈毅笑了笑道：“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”我怀疑地看着他。他道：“我经常去，知道有个人不多的角落看日出很美。”我有些心动。上了车，我想打起精神来看看星空，但很快我就昏睡过去了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我的身体越来越疲惫了。昏睡间，我有种灵魂在下沉，即将陷入永远黑暗的感觉。我竟然也不抗拒，任由自己陷入无限的深渊。可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遥远的地方有人在呼喊：“小昭，小昭，谁呀？叫我干嘛？”5点半了，醒醒，我都要死了。几点跟我有关吗？起来看日出了，你不是想看日出吗？什么日出？哦，日出啊！这念头一起，我觉得自己停止了坠落。慢慢的，世界开始有了点光。我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看周围，才恍然，原来我睡着了呀。我努力动了动，身体才终于被我重新掌控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身上还多了一件盖着的毛衣。日出了，来看看。好，开车门的瞬间，我被眼前的一幕狠狠震撼了。太阳才从海面上跃出来半个身子，就已经红透了半边天。海风咸咸的从我脸颊拂过，我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。这是我第一次看日出，真想多看几次。不过按照我身体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好像已经折腾不了多久了。这估计是唯一一次。沈毅指着远处的沙滩问：“要不要赶海？”赶海也是我的计划之一。但我看了看自己光秃秃的还有些病白的手，问道：“徒手？”沈毅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了小铁锹和桶。我眼睛一亮，给了他一个大指拇。赶到海边的时候，天早就大亮。我脱了鞋，在海边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还有些微凉的海水盖过脚面时冰冰痒痒的。这里好像有螃蟹，我逮着一个洞开始刨坑。沈毅见我抛得慢，竟徒手挖了起来。几分钟过去，我看了一个小洞，也没到。这个季节的螃蟹都太小了呀，想吃得等到9月，那时候再来呗。沈毅随口说着。9月还有大半年的时间，估计我是等不到了。我笑嘻嘻道：“还是算了，同一个地方来2次没意思。我装点沙子带回去当纪念，我们就回去吧。”说完，我兴致勃勃地捧起些沙子，发现没地方放，最后把放进了衣服兜里，毫不在意这新衣服。我看得很开，几个月后就要烧掉的东西，真没什么可在意的。弄完后，我才发现沈毅眉头紧锁，那张顺眼的脸离我很近。我有些不自在地退了退，随口胡说：“怎么了？你也想要沙子？”小昭，你又流鼻血了。我一愣，抬手一抹，真的一片红。哎，怎么这次流鼻血我都没感觉到了？上火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没睡好，肝火旺，多大点事啊？你别跟老古板一样，一个感冒都觉得会死人。我拍拍手，又道：“送我回家呗，我想睡觉了，主要是出来太久了，我觉得自己止痛药效果了，已经开始有些疼了。”好，到了家楼下，我挥手走了沈毅。上楼后，我正准备开门，突然听到有人喊我：“招娣！”我拧眉回头一看，那一家3口整整齐齐地坐在楼道里，怀里还紧紧地搂着一个包。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随手打了招呼，也没问他们怎么出现在这里，开门就想进屋子。我那亲爸却拉住了我的手问：“我们等了你1晚上，你都没回来，去哪儿过夜了？”我有些莫名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妈眼睛一红：“招娣，妈对不起你，我不在意她说的是什么事。”哦，知道了。进屋子的时候，我再次被拦住。我有些不耐烦了，你们到底要干嘛？打我从来不手软的亲爸握紧拳头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爸知道你生病了，听话，跟爸回家吧，我们去治病。”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。我转头看向一直没说话的林阳：“你呢？有话一起说了吧？”林阳递给我一张卡：“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我刚把房子卖了给你看病。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去积极治疗吧。”我看着那张卡，突然想吹口哨，可惜我不会。我随手一丢，银行卡在台阶上跳跃了好几下。治什么病？你才有病！我弟突然哭了。姐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你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，我们错了，你去医院好不好？你对我要打要骂都可以，但不能就这么，这一家人都挡在门口，我想进屋都进不去。对门的邻居已经闻声开门看热闹了，我浑身已经开始疼得有点想抖，胸腔内一阵气血翻涌。我微微抬头，生怕又流鼻血，这样就坏了我美少女的形象了。你们也挺好玩的，吸我血的时候，把我逼得去用命赚钱的时候，你们没人心疼我。我苦苦哀求你们别打我的时候，怎么没人心疼我？我不需要了，你们才来，是怕以后没人能压榨，所以先给点甜头。我越说越无语，你们也太能算计了吧？有着天赋考清华数学系不好吗？
干嘛非在我身上使劲儿？我妈彻底哭出了声。招娣啊，你怎么恨我们都行，但不能不治病，不治病你会死的。我疼得控制不住情绪，忍不住回怼，治得好被你们压榨死，治不好就直接死。我为什么要绕弯路？我不明白，是真的不明白。这一家3口是从哪个垃圾堆里翻出了良心？可惜了，现在对我来说，让我治病才是没良心的体现。死都不让人痛快死，多少有点过分了。妈错了，真的错了。妈，求求你，好好活下去。妈再也不会问你要钱了。我艰难地打个哈欠。这话谁信啊？但我心中闪过一丝报复的念头。如果你们不为了弟弟偷走我的100万，如果我上次问妈你要钱你能给，我说不定就治了。但现在呀，我已经晚期了呢。说这话时，我心里莫名的兴奋。虽然死是我的选择，但我这句报复能让他们良心不安数日，也是爽的。果然，我话一说完，就看到这3个人愣住了，随即而来是更大的哭声和他们痛心疾首、悔不当初的模样。我突然有些无趣，这个报复我似乎并不快乐。我不想在这里继续了。毕竟，万一晕倒在这里，他们会从我包里找出钥匙进我屋子。我不晕倒，要进屋子也过不了这3人。想了想，我干脆转身，趁他们不注意，毫不犹豫地进了电梯。我住5层，中间没停留，很快就到1层了。可走出去的时候，我突然疼得腿软没力气，踉跄着差点摔倒，却被一双大手扶住了。我抬头诧异了，沈毅居然还没走，家里进贼了。还不如贼，我无所谓地说着，带我去医药店呗。我想买点常用药，止痛药是常用药，没毛病。沈毅没拒绝，可等我们上车后，那一家人却拦在了车前。撒泼打滚那一套，我那个好妈妈最会了。而林阳扒着车窗重重地敲着，急赤白脸的样子，看起来要多好笑有多好笑。我看着沈毅无力地笑了笑，你说是不是人都是这么贱的呀？马上要彻底失去了，他们才开始着急。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他们为了我这样，真是不容易。我抬手鼓掌。时他们一直趴着不走，我有点烦。沈毅按下车窗警告，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说你们故意碰瓷。话没说完，我妈红着眼凑过来，我心道不好，来不及阻止。乖女儿，听话，跟爸妈回家吧。白血病要治啊，咱不要放弃，好吗？这位先生，求求你了，帮我们劝劝招娣。果然，听到这话，沈毅猛地回头看我，那一向淡漠的眸子带上一丝震惊的情绪。招娣，咱们还有100多万能治的，可别，求你们了，别折腾我了，行吗？这100万治不了我，只能让我多活几天，没必要，真没必要，是不是钱不够？我们可以借，别借了，最后还是我还。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如意，我想换号重来了呀。王者荣耀玩过吗？死了就能满血复活了，懂吗？我爸突然拉开我妈，对我说：“招娣，打你是爸爸错了。我听说家暴是犯法的，爸去自首，给你出气，可以治疗吗？”50多岁的爸突然低下头，我以为我会感动，但我内心毫无波澜。我扭头看向沈毅，说：“带我走好吗？”沈毅点头，锁着眉头按了2下喇叭，随即一脚油门就要开出去。林阳在那一刻把那张银行卡扔进了车里。我听到后面他的喊声：“姐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看到我们，你好好治病，千万别放弃自己。”车就这么开着。我不知道沈毅准备带我去哪里，更不知道我还有哪里可去。要不然我就安安静静的随便找个地方等死算了。我正给自己打量着风水宝地，沈毅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身体不好。我本来想笑一笑的，可是瞄了一眼后视镜里的自己，脸色和唇色都是惨白的。沈毅的声音软了不少：“小昭，我带你去医院好不好？”我摇摇头道：“白血病不好配型的，而且我也是真的不想活了。”他的手用力握着方向盘，指尖微微发白。我想了想，柔声道：“就算想活，也活不长。治疗太痛苦了，我想最后的时光是开心的。沈毅，我当你是朋友，所以你尊重我的选择，好吗？”我想把想完的都完了，最后体体面面的和这个世界告别。说完，我觉得自己撑不住了。再次陷入黑暗以前，我听到沈毅的声音：“好。”我开开心心的扬起笑容，做那个满是深渊的美梦。沈毅问我还有什么愿望想达成，我掰着手指算了算，道：“还有很多啊，比如想插花，想露营，想看草原，想看沙漠啊，还想过个有圣诞老人送礼物的圣诞节。”我笑了一脸期待，但做好了被沈毅驳回的准备。没想到他却说：“那我陪你去。”我怔了怔道：“不了吧，你还要管公司呢。”没事，老板是自由的。那就辛苦沈老板带路了，大不了我死后把这100万给他当补偿。我愉快地做了这个决定，安安心心地等他安排。插花不难，但可能我艺术天分不好，感觉什么花都弄成狗尾巴草的感觉。反观沈毅就插得非常有美感，并且很大气，我嫉妒的不行。露营的话，他选择了郊区的一处空旷地，城市环境不好，看不到银河，但星星却挺多的，我很满足。草原虽然很大，但我曾经以为那里的孩子都是骑马上学，学的都是射箭之类的。到那里才发现，原来都是正经的城市啊！嗨，是我无知了。我对骑马跃跃欲试，但爬上去刚走了2步，我就浑身疼得不行。沈毅，我不想骑马了，马好臭。我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沈毅无语，然后他在我面前花了1个多小时，学会了骑马，并且开始驰骋。后来我们又转去了沙漠，可能是骆驼比较稳，也可能是那天身体状况不错，我竟然骑了10分钟的骆驼。骆驼不臭，沈毅笑话我，这怎么叫臭呢？这是金钱的味道，骑骆驼比骑马贵，说这话没毛病。除了这些，沈毅还带我去了趟敦煌看壁画，去九寨沟看风景，都挺美的，可惜我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，经常他说着说着我就睡着了。中间有一次我似乎睡了好久好久，仿佛中间也听到有人在说话，等我醒来时还在睡着前的车里，仿佛我只睡了几分钟一般。就是沈毅有点憔悴，眼睛都是红的，车里的烟味有些重。当我再回到所在的城市，我心态平和的不行，感觉自己跟100岁老人一样，可以坦然赴死。我没有联系那家人，这些日子里他们给我的电话我都没接，以后也没什么联系的必要了。沈毅把我送回了出租屋，这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力气，不太能走路了。沈毅买轮椅的时候，我还笑着说跟做皇位一样舒坦。他把我推到我记录待做事项的单子前，我已经有些枯黄的手拿起笔很认真的一条条划掉。只剩下吃火锅和圣诞老人了呢。现在才5月份，圣诞老人是等不到了，我们明天去吃火锅吧。我一拍手，直接定下计划。沈毅道，我去安排。好，话没说完，我的鼻血又流了下来。明天再买点红枣呗，我觉得再流下去就要贫血了。我随手擦了擦，又开始提要求了。这2个月，沈毅的无条件顺从让我变得自信大方，也学会了跟周围人提些要求。还好我要死了，不然回头就能生出娇蛮性子出来。鼻血好像怎么都流不尽，而我又陷入了昏迷。我是被火锅味香醒的。再睁眼，我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地方，不远处有个超大的桌子，上面摆满了火锅食物。醒了，我转头一看，是沈毅。我有点委屈，你背着我吃火锅，明明是我煮了2天火锅，等你醒来，一下子我就安心了。他找人换了一份新的上来，然后弯腰把我抱起。沈先生，请你预估一下我多少斤？75斤吧。按照猪肉价1斤20块的话，你现在值……喂，过分了呀！13，我觉得自己今天的精神状态很不错，味觉也突然变得正常了起来，我很开心，但没告诉沈毅。火锅很辣，吃得我痛并快乐着，但我还是坚持把每种都吃上一口。沈毅，我们喝口酒吧。沈毅沉默好久，好，喝了几口，我被呛到不行，只好心虚地把酒放回桌子上，推我出去走走吧，我想看看太阳。这时候正是傍晚，阳光不刺眼，很舒服地打在身上。我们都没说话，静静地看着家长带着小孩在小区里追逐打闹。真好的童年啊，是我没享受过的人生。过了好久，我感觉自己有了前所未有的疲倦，我才开口，沈毅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沈毅沉默了很久，你看出来了？不然你也不会陪了我这么久，我也不去追究他为什么喜欢我，只是我有点歉意。我利用你的喜欢，让你陪我肆无忌惮最后一次，对不起啦，我知道你答应我放弃治疗是骗我的，你中间是不是趁我昏迷带我看过很多医生？我又没骗你，怎么样，是不是没救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沈毅，你竟然会哭鼻子呢？对了，沈毅，我的圣诞老人呢？我看到衣柜里的圣诞老人衣服啦。终于，沈毅哑着声音，我们回去，圣诞老人很快给你送礼物。我艰难地摇头，你穿出来找我吗？我也想炫耀啊，让那些小孩知道我有个圣诞老人哦。好，沈毅把我推到适合晒太阳的地方，就大步往回走。我努力回头看着他的背影，最后一次了呢。我既然要走，就不要让他亲眼看着了，这就当我最后任性一次吧。番外沈毅亲戚是我啦，我怕当面跟你说你会接受不了，所以写在了信里，放在圣诞老人的衣服里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等我烧成灰后，你再通知我爸妈吧。如果可以，你建议他们别来看我，这是我对他们唯一的惩罚。还有婉婉，你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，有他这个朋友，我真的很知足。再麻烦你把我的骨灰撒去大海呗，我想做个自由的鬼。那张有100万的卡，我放在你书房的抽屉里了，转赠给你的遗嘱也在那里，你记得去领走。礼物我收下了，很喜欢。要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健健康康的来找你。不过我想下辈子能换个名字。临了番外，沈毅3月11日，我碰到了个很有趣的女孩子，她像极了当年的我。那个公司破产，负债累累，瞒着所有人，最后孤注一掷的我，赢了翻盘，输了天台，我险而又险地打了胜仗，从此事业腾飞。3月13日，她叫林招娣，她脸色苍白，在每次我提到她身体时，都有些躲避我的问题，却又一副坚持的模样，跟我孤注一掷时的样子毫无差别。我忍不住多跟她聊聊，想帮帮她，就像帮帮当年的我。可我没算到，她是血癌晚期，她死意很坚决，而我感受到自己心跳声加速的同时，竟然选择帮她从容赴死。4月8日，她身体越来越不好了。旅游的路上，她更多的时候是昏迷不醒的。中途我没忍住，出高价将全国血癌的知名专家都请了过来，他们一起开了个会诊，结果不好，我把这事隐瞒了下来。
5月17日我们回来了，但他已经很少清醒的时候，他还剩下2个愿望没达成。我守在他身边，怕他一睡不醒，更怕他带着遗憾离世。5月30日他已经火化了。那天他说想看我准备的圣诞礼物，其实我准备的礼物盒子很小，只有1封情书和1枚戒指。礼物我放在圣诞老人衣服的兜里，可我却从兜里掏出了另一封信。当我不顾一切地跑出去时，他还是坐在那个角落，嘴角扬笑，闭着眼睛面向太阳，像极了睡着的模样。他的左手无名指上套着1枚眼熟的戒指。6月1日，今天是儿童节，也是我未婚妻0秒面向大海彻底自由的日子。我的人生有2次孤注一掷，第一次赢了，事业和钱财应有尽有；第2次也赢了，我喜欢的姑娘说她愿意嫁给我。这本日记本我准备在海边烧给她，希望她别忘记诺言，下辈子还来找我。番外，羚羊，我是羚羊，姐姐口中的混蛋。的确是我毁了我姐姐，也是我间接害得她得了白血病。重男轻女这个观念好像在我家是根深蒂固的，从我记事起，爸妈就对姐姐没有好脸色。我是个混蛋，也会看人脸色做事。慢慢的，我对她的称呼从一开始的姐姐变成了姐，最后变成了伟，甚至好多次老爸动手都是我在背后教唆的。10岁那年，我偷走了老妈的金项链，嫁祸给了姐姐。那天晚上，我隔着2道门都听见了姐姐的哭声和爸妈的咒骂声。就这样，我越来越不把她当作亲人了。直到我见到她的病历本，回忆起种种过往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有多不是人。爸听说后，一根接着一根的开始抽烟，妈坐在沙发上泣不成声。我只想把房子卖了，给我姐治病。钱不钱的，在生命面前都是小事，但我姐不想治病。我妈几乎哭瞎了眼，我爸一声不吭地去公安局自首。他们嘱咐我一定要让姐姐去治疗，可惜我再也找不到我姐了。她搬家了，她出去旅游了，她放弃治疗，投身大海了，甚至连骨灰我们都没能见上一面。我知道她的人生里恨不得没有我们，是我们对不起她。2022年5月27日，我从此没有姐姐了。